若想要平安过冬，60岁老人注意：一不洗，二不做，三不睡，四不吃。老宋今年62岁，一到冬天，身体总会闹点小脾气。有一次，老宋刚从外面买菜回来，累得不行，直接拎起桶拖地。地是拖干净了，可没多久就觉得胸口闷，喘不上气，吓得他赶紧坐下来。老宋一脸无辜，不就是干点活吗？哪有那么娇气？结果当天晚上，他又因为睡午觉睡过头，折腾的夜里怎么都睡不着，第二天精神差得厉害。生活中的小事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为什么冬天会让身体比平时更娇气？冬天到底该怎么吃、怎么睡才能让身体舒服点？一、冬季是考验老年人健康的关键时期。寒冷的冬季就像一场考验老年人身体素质的大考，温度的骤降和干燥的气候让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得经受严峻的挑战。不少上了年纪的人会感到关节僵硬、腰腿疼痛，甚至心脏都不大舒服。这时候调整好生活方式显得尤为重要。冬天过得科学，身体才能稳稳当当扛住风寒。一件小事可能带来大影响，比如热水澡洗得太勤，皮肤就像枯叶一样变得脆弱干燥。老人皮脂分泌本来就少，过度清洁只会让水分流失更快，出现瘙痒和脱屑。这不是娇气，而是身体在抗议。冬天运动更要有分寸，特别是晨练，天不亮就往外跑，不仅吸不到新鲜空气，还容易着凉。要想活动筋骨，可以试试室内慢步走，做伸展操，让身体活动起来，但不过度劳累。冬季的每一份关怀都在细节中，调整生活习惯，不只是为了身体舒服，更是为了在寒冷中保护健康。只要用点心，这个季节对老年人来说也能是养生的好时机。二、一不洗。冬天的寒风像刮刀一样，无情地带走了皮肤上的水分，特别是对老年人来说，皮肤屏障本就薄弱，频繁洗澡反而会雪上加霜。其实，老年人的皮肤在冬天更需要省着点儿用。冬季频繁洗澡会让皮肤表层的油脂被过度冲掉，没有了这层保护，皮肤更容易受到外界冷空气的刺激，加速干燥。热澡看似舒服，其实是在偷走你皮肤里的水分。要知道，皮肤外面的干燥只是表面，里面的水库才是关键。一旦失去了锁水能力，皮肤问题就接踵而来。合理的洗澡频率才是护肤的关键。老年人冬天洗澡的次数应该减到每周1到2次。洗澡时，水温最好控制在35摄氏度到40摄氏度之间。这个温度既不会刺激皮肤，又能帮助洗去污垢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要一味追求洗得干净，搓澡力度过大或者用强效清洁产品都会破坏皮肤屏障，让皮肤问题更难控制。洗完澡之后的保湿工作是重头戏，如果只洗不护，等于前功尽弃。选择一款适合的润肤霜，尤其是带有保湿锁水成分的，可以有效缓解皮肤干燥。洗澡时的顺序也大有讲究，正确的做法是从温水开始，慢慢适应，重点清洗容易出汗的部位，比如腋下、腹股沟、脚底等，其他地方简单冲洗就可以了。除了洗澡，室内的湿度也要控制好，用加湿器增加湿度，或者在房间里放一盆水，都能有效缓解皮肤干燥的问题。另外，饮食上也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和富含维生素的食物，可以从内而外改善皮肤状态。过冬的皮肤养护不是靠猛洗猛搓，而是讲究方法，合理保湿。身体皮肤就像花草一样，不需要频繁灌溉，给它刚好的滋润和适度的护理，才能让它在干燥的冬天依然保持健康和舒适。三、二不做。冬天一到，冷风夹杂着低温扑面而来，别看它只是让人感觉冷，实则对老年人的心血管系统是个不小的挑战。尤其是一些习惯不服老的朋友，总想着和年轻人一样干重活、抗寒冷，结果身体可不这么讲义气，心血管系统一旦受不了，很容易出问题。寒冷的天气会让血管收缩，然而血管一收缩，血流变得不畅，心脏的压力也随之加大。干重活的时候，身体需要更多的血液和氧气，心脏不得不加速工作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心绞痛，甚至心肌梗死。搬重物、清理积雪、爬高上低这些事，表面看起来是些体力活，其实对老年人的身体负担远比年轻人重得多。冬天的低温让肌肉和关节的灵活性下降，
意外扭伤或者摔倒的风险更高。特别是那些觉得活动身子骨就不冷的朋友，越是寒冷越爱往外冲，这样的硬撑只会让身体吃不消。运动固然好，但一定要掌握方法和节奏。冬天适合老年人的运动主要是一些轻度的有氧活动，比如在室内慢步走，做伸展操，或者利用午后的阳光进行短时间的户外散步。这些运动不会让心脏负担过重，还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身体更好的适应寒冷环境。冷天里不光要对重活敬而远之，还要避免情绪上的波动。寒冷天气容易让人烦躁不安，情绪激动同样会对心血管系统造成压力。保持平稳的情绪，学会通过呼吸调节和放松练习来缓解紧张，对老年人的心血管健康尤为重要。冬天不是拼体力的季节，尤其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，宁可慢一点、轻一点，也不要硬拼、逞强。不管天气再冷，健康才是最好的防寒服。3不睡。冬天白天短，夜晚长，很多老年人会觉得白天困倦，睡个午觉是常事，可如果午觉睡得太久，反而会打乱生物钟，让晚上睡眠质量变差。白天睡得香，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这种情况在老年人中很常见，不仅影响休息，还可能让身体更加疲惫。这是因为睡得太久会干扰体内的生物钟，让身体误以为是晚上休息，结果到了夜里反而不困了。老年人本来就容易失眠，如果再把白天的觉睡多了，晚上醒得更早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另一个常见问题是蒙头睡觉，特别是在冬天，很多人为了保暖，习惯把头蒙在被子里睡，觉得这样更暖和。实际上，这种做法会导致二氧化碳在被子里聚集，氧气越来越少，大脑供氧不足，时间久了容易头晕、犯困，甚至可能加重呼吸系统的负担。蒙头睡觉还容易让被子里的湿气滞留，影响呼吸道健康，尤其是冬天，空气本来就干燥，蒙着头睡觉只会让鼻子和喉咙更加不舒服。睡觉时的姿势和环境也会影响睡眠质量，老年人尽量选择比较舒适的枕头，高度适中，可以保护颈椎。床铺的软硬度也很关键，太软会影响脊椎的支撑，太硬则会让身体感觉僵硬。良好的睡眠是冬季健康的保障，与其纠结白天多睡一会，不如学会科学休息，把睡觉这件事做到刚刚好，才是对健康最好的投资。4不吃。冬天天气寒冷，老年人的肠胃和血管更容易受到刺激。有些人习惯四季不离凉饮冷食，认为吃这些能清爽，但冬天吃错了东西，健康可不会给面子。低温会让胃肠道的功能变得迟缓，老年人的消化系统本来就比年轻人弱，寒冷的食物一进入胃里，消化速度更慢，容易引起胃痛、胀气等不适。特别是像冰镇饮料、生冷水果，冬天吃下去不但没有降火的作用，反而会让胃黏膜受刺激，增加患上慢性胃病的风险。凉拌菜在冬天也是个坑，腌制、凉拌的食物往往盐分很高，加上低温时血管容易收缩，吃多了可能让血液变得粘稠，增加血压波动的风险。很多人觉得凉拌海带、凉拌木耳这些菜营养丰富，但如果经常吃，尤其是用重盐腌制，长期下来可能会伤害血管健康。冬天的腌制食品更是需要少碰，比如腌鱼、腌肉、酸菜等，这些食物盐分高，亚硝酸盐含量也不低。虽然味道不错，但老年人吃多了可能会增加高血压、胃肠疾病的风险。烹饪时可以选择新鲜的食材，配合一些天然的香料，比如姜、蒜、葱，不仅能提味，还能驱寒，对身体大有好处。很多人爱喝热汤来暖身，确实是个好习惯，但也有讲究。汤里如果加入过多的盐、油脂，营养价值就会打折扣。老年人喝汤时可以选择清淡的做法，比如炖鸡汤时去掉皮汁，尽量少放盐。喝汤前可以先撇去表面的油脂，让汤更清爽又暖胃。冬天的饮食关键是温和淡，饮食规律同样重要，避免暴饮暴食，不要用重口味的食物来满足冬季吃点热乎的需求。冬天吃暖一点，身体会更舒服，也更有精神去迎接每一个寒冷的日子。结语：无论是频繁洗澡导致的皮肤干燥，做重体力活带来的心血管负担，还是午睡过长扰乱生物钟、高盐生冷饮食对肠胃和血管的伤害，
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，实则都是隐藏在冬季生活中的健康雷区。一不洗，二不做，三不睡，四不吃，不是限制生活，而是为了更科学的安排生活。寒冬虽冷，但科学的生活方式能让它成为一个养生的好时机。照顾好自己，不仅让身体更加舒适，更是对家人最大的安心。健康的习惯从今天开始，温暖的未来才会更长久。